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狼。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Access 数据库连接 VB 程序的一个小程序。那么教程开始，首先要新建一个数据库文件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。创建一个表，保存一下这个表。那我就把它命名为信息吧，尽量用英文，不要用中文。然后右键设计视图，填一些基本信息，那么就是姓名、性别、年龄，还有一个邮箱。然后 Ctrl 加 S 保存一下。好的，那关闭这个。弄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个关掉。给外面这个文件设一个名称。那么我就设成数据库吧，数据库。好，我们的数据库建立完成了，就是像这一个。一共有5个字段 ：ID、姓名、性别、年龄，还有邮箱。那么打开我们的 VeloDudio， 我用的是 VeloDudio 2017。那么你们用的话，旧版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别，不过2015以后的都差不多的。新建一个项目，然后 VeloBasical 桌面，然后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点 net。这个路径的话，你们自己放自己的，然后我就放我刚才桌面创那个文件夹。好，名称的话随意，然后确定创建。好，创建成功了。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的话要做的就是要添加工具。首先要添加2个框架，这个框架2个框架就够了。然后如果你先从工具栏这边拉麻烦的话，就选中它 Ctrl 加 C， 然后再 Ctrl 加 V 复制一下。那么2个框架就这样建好了。然后左边这边的话，我设想是把它用来做输入信息来用的，那么就应该要有按钮、标签框还有文本框这3样。那么首先我们添加一个按钮，还需要一个标签框，还需要一个 table， 也就是文本框、标签框。那么我们选中这2个，因为一共有4个字段嘛，4个字段，所以我们需要4行这种。然后选中这2个 ，Ctrl 加 C，Ctrl 加 V 复制一下，然后再来一个。好，4个够了。然后按钮的话需要6个，这里只有1个，也是 Ctrl 加 C，Ctrl 加 V 复制一下。好，6个按钮，然后4段这个 OK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作为一个预览窗口来看数据库表的，那我们需要添加这一个工具，这一个工具，把 Ctrl 这个拖过来，然后先不管它，放在这里，调整大小适量。好，这样，然后我们修改一下这边标签框，然后label 的 test， 然后修改第一个是姓名，那么就是姓名，第2个是性别，第3个是年龄，第4个是邮箱。好 ，OK。
后按钮的话，第一个设为上一个，第二个按钮是新建，下一个，这个的话保存。界面都做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接下来这一步就是需要绑定数据库，就是这个 VideoStudio 这个软件嘛，绑定到我们这一个数据库，然后就是左边的服务器资源管理器，如果你们那边没有的话，就从视图这里点一下服务器管理器这一项，它左边就有这个了。然后之前我有见过这个，先把这个删掉先。然后我们来新建一个右键，数据库连接这里右键添加连接，然后数据源的话要选 Microsoft CS 数据库文件，然后确定，然后数据库名称的话，我们就找到刚才我们建的那个数据库，就是这一个，然后打开，然后用户名这些不用管，你没有设，你没有对这个数据库设有账号密码的话就不需要管，这里默认是我中密无所谓。测试一下，好，是连接成功的，然后确定，然后这样就连接成功了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我们建的信息表，然后下面有 ID、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邮箱这4个，好，我们连接成功就 OK 了。然后到这边，刚才这个框架用来预览数据库的，我们点一下这个小三角，然后选择数据源，点3角，添加项目数据源。数据库，下一步，然后这里显示跟不显示都无所谓的，显示的话就有可视化好看一点。下一步，然后弹出这个窗口的话，他说你选定的连接使用本地数据文件不存在当前项目，需要更改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数据库的文件，这个数据库的文件没有在这个文件夹里面，我们不需要把它放进去，然后不需要放进去，点否就可以了。下一步，然后这里有表跟视图2个点向头上，然后完成。这样我们就建好这里了。然后你需要那个排列的话，就跟着这里排列，然后编辑一下列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视图里面看见 ID 这个选项，那么可以在里面这个属性里面把它设为假，然后它就不会在里面显示了。好，这边设完，然后到左边输入这边的话，姓名这里的话，这个表情框点一下，然后选中它这个 Taskbox 1的表情框下面的属性，连接数据库的是这个。点选这个小加号，然后下面有个 tag， 然后点添加，然后它这个是刚刚我们连接好的，就是信息表这个，然后点3角，然后这里这个文本框是姓名，然后我们就选中姓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下一个性别的，我们就选中性别，以此类推，然后年龄的话也是一样。邮箱也是一样。好，这4个我们都做好了。希望在大家做的时候尽量保存一下，做一步保存一步，以防自己的文件看不见。然后到按钮的编写，然后第一个上一个就是看上一项的代码是这样的，是你这个数据库就是信息数据库，信息数据库地上，然后点上一步，这个是第一个按钮的编辑，然后到新建这里是一样。这是
这个名称就是这里的这个名称，点后缀 app new 就是新建的意思。然后下一个也是一样，信息点 next， 这个就是下一个的意思，就是下一项数据的意思。然后保存的话，我们先要给它建一个框架，就是这个框架，然后在后面打上 service， 然后这个框架是这样，对，下一个，然后 exit， 这个框架是这样的，然后编辑里面的保存数据。保存数据的话也是一样的，信息，然后点 e， 然后就是到这一个的名称，信息就是这个名称点 upd get 空格，然后里面的话就是里面的名称就是这一个数据库，然后再点一下信息这个表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当它保存成功之后，我们需要弹出一个小窗口来显示它已经成功保存，那么就是模式窗口，点 so， 然后双引号。记住，这里的一切符号都是要以在英文状态下的符号，然后就提示保存成功。好，然后我们下一个按钮删除的也是以这一个的名称，信息的这个名称点 re， 这一个就是删除。然后下一个关闭就是 me 点 class， 关闭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都做好了，运行一下看一下，记得要保存之后再运行。已启动生成，正在运行中，稍等一下。好，我们运行成功了这个程序，我们来新建一个试一下，新建一个，点一下新建一个，你好吧，性别随便，邮箱的话也随便。好，当然这些我是乱填的，包括邮箱是乱填，然后填完之后保存一下。好，弹出提示保存成功，那么就是可以的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。当然，这些信息我是乱填的，保存一下。好，我们回到原来这个数据库这边，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看见，我们刚才从这边录入的数据是完美匹配了，就是这个程序大致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们需要 UI 设得更加美观一点的话，可以自己在1699这边设一下。我相信学这个编程的同学们大概都懂这些是什么意思。好，这部分的教程大致就到这里。当然，这个程序是在这个项目下面的并这一个文件夹的 debug 这一个文件夹这一个程序，双击运行它就是这一个程序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。这个程序还是蛮大用处的，就是这些字段的话，你们需要自己的字段的话，就放自己的字段。数据库这边也是一样，连接这边。最主要的是这3个字段在编辑按钮的时候不要搞混，仔细看我视频之前说的，就一定不会错。好，谢谢。喜
希望订阅我，下期的视频会更精彩。